你是不是很常看别人用 AI 生成图片的时候，这个指令呢就像是在写作文一样，而你自己在下这个 prompt 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把它写得这么详细？今天就来教大家图片的生成指令应该怎么去撰写会更好哦。走吧。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！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，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，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。想要更加深入学习，但常常出问题，选择学习 Plus 方案，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。或是呢，你愿意支持我们，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，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。影片要开始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汤。大家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呢，是不是也很常困扰？不知道怎么像别人一样写了洋洋洒洒的一篇作文，然后让这个图片的品质看起来更好呢？今天我们要教的方式呢，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出这样的 prompt。除此之外呢，你其实也可以去找出类似的图片，把它丢给 AI， 让它去分析出 prompt 应该用什么，也是可以的。不过我们今天教的方法会不太一样，是用填空的方式。你只要呢依序把它填完之后，也是可以产出还不错的图片哦。往下来进行吧 ，Go Go！好，首先呢，先带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就是一般人在产出图片的时候下的 prompt， 大概就是简单的描述一下人是怎么样子的，然后在做什么，环境是怎么样，这样产出的图片呢，我觉得没有好或是不好的问题，基本上它还是可用的。不过呢，你自己呢看久了就会发现，你自己产出的图片跟别人产出的 AI 图片总是会有落差的这种感觉，或者是呢细节好像就少了点什么。有时候你可能会针对这些细节，然后再去慢慢的调整 prompt， 慢慢的扩充。但是呢，我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它下好下满呢？好，我们带大家看一下，比如说像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 AI 咒语公社这个社团，里面呢有非常多人呢用不同的指令在产出不同的图片来。你看他们产出的这种图片，你可以看得出来细节其实都蛮多的。他们不一定都是使用 ChatGPT， 有可能用极梦，有可能用 Copilot 或是其他的 AI 的服务来产出。但是至少你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指令会是比较详细一点，比如说呢 3D 女娃娃，然后在做什么，穿的什么，她的长发，然后上面有什么，就这些细节全部描述完，然后你才能产出比较好的这个内容。那比如说像这种细节的内容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一个一个去写作文，或者是呢你很容易去漏掉某一个描述的这个项目，那所以大家应该怎么去下呢？好，我们回到 ChatGPT 来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 prompt 呢下得更仔细一点。这边我也先开几张了我最近生成的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边一共有10张，然后都是不同的风格。你可以看到每一张呢，它都不是只有单一的这个内容，都是有细节在里面的。你只要仔细看一下，这都不是呢你用单一一个指令就可以单纯把它生成出来的内容。甚至呢，比如说像这个是亚洲的女生，你看一下这个细节跟我们刚刚生成出来这个女生的细节，就是完全不同等级的感觉了。然后再往下来看这种开箱感的照片，要怎么样才能让 AI 来呈现出来？今天呢，我们重点呢就是来教大家要怎么把这个 prompt 呢完善，然后让你在产出图片的时候呢更有品质，然后更有细节。这边呢，我会提供一组呢用来下 prompt 的这个栏位列表给大家使用。比如说，以我们刚刚这个亚洲女生坐在咖啡厅窗边使用笔电，然后看着窗外的图片来作为范例的话，我们可以改成怎么下这个 prompt 呢？如果你不太会写作文的话，你可以把我这一组 prompt 的这个栏位呢，全部把它复制下来使用。比如说图片主轴是什么，人物描述，它的动作会做什么，穿着造型。如果呢它有带宠物，或者是你在描述一个动物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描述一下动物。然后呢每个物品的描述、场景描述、细节元素、情境的物件、光线效果，然后拍摄角度、材质的质感、背景、画风、用途等等，这些你只要按照栏位一个一个详细的把它填写之后，接下来产出的图片就会还不错。那我们这样来试看看。好，生成出来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差别，你会比较喜欢哪一张呢？你光是人的脸的部分，这个细节就比较多了，那你看它就比较光滑一点。背景的部分，像我们刚刚有讲说墙壁有挂钟啊，然后比较复古的这种吊灯啊，甚至咖啡你看它也有补满在这边，还有手机在这边。你看这个2张的图片感觉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的？那我刚刚上面呢这边 prompt 呢并不是像那样是用笔电，我是用另外一个描述，所以呢大家不要纠结哦，不是说什么它又不是拿笔电或什么，
我只是没有用这样的 prompt， 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单一的描述跟有细节的描述，这个图片呢产生出来的感觉呢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试下一个 prompt， 比如说我们先单一的产出男模特儿拍摄工作现场的照片，我们来送出看看用这样一句话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另外呢，我们来开另外一个页面呢，用详细的 prompt 呢，然后来产出男模特呢在摄影棚进行时尚大片的拍摄，我们把它送出去看看。好，这个呢是单一的 prompt 一句话产出来的这个照片，其实看得出来蛮粗糙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详细描述的栏位之后，产出了这个照片会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最后生成出来像这样子，你看光是脸部细节也比较多。如果你没有给它更多描述的话，像这个男模特看起来都比较像蜡像一点，这个呢就会比较好一点，有没有？细节是满的。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，如果把我们这个详细的 prompt 呢拿到其他的 AI 来产出图片会长怎样？比如说大家也很常在玩的极梦的 AI， 我们来试一下，让它生成。然后 Google AI Studio 这边我们也来产出一张来试试看。好，极梦这边呢已经产出来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其实你看，如果有比较细节的这个 prompt 呢，产出的内容呢都还蛮丰富的。啊，你看它这边细节有你看背景部略有皱褶，这个略有皱褶，然后工作人员模糊路径在这边有没有？它更详细的去展示这个细节出来。其实我觉得极梦产生的这个照片，有时候呢是比 ChatGPT 好一点，但是如果是要一些比较写实或是照片呢比较偏有质感一点，有时候我觉得 ChatGPT 呢生成又会比较好。这个有点难说。再来我们看一下 Google AI Studio。Google AI Studio 这边生成的就很简单，就只有这样，基本上它是无视我的指令只有顾虑到主角的部分，这个就是稍稍可惜。不过我觉得目前生成图片确实也不是 Google AI Studio 的这个强项。基本上呢 prompt 的使用大概就像这样子你基本上只要给它满满的栏位，然后细节都把它填上去，就可以生成还不错的图片。那如果呢你真的想要知道别人的图片大概怎么生成，很简单嘛，你就把图片下载后拉进来到 ChatGPT， 然后问它的这张图片的生成 prompt 呢应该怎么下比较好。然后呢，你看它这边就会进行分析之后，然后告诉你这个主轴人物描述、动物姿态、穿着造型等等，然后来告诉你它是怎么生成的。那我们可以来试看看，用一样的内容复制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来把它贴上去来生成看看。好，你看我把 prompt 反推之后呢，再把它用来生成，其实呢跟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照片的感觉其实差不多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想要知道别人生成的这个图片 prompt 大概是怎么下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格式给 ChatGPT 之后，它就会帮你反推之后填写进来这些细节，那这样你就可以拿来使用。那这些填写的栏位呢，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底下，并且呢放1-2个这个范例给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去参照来使用。之后你在生成图片呢，应该就会无往不利了吧。看完上面的教学之后，你是不是发现了，其实你就算不用会写作文，也可以按照这个栏位一格一格把它填写完毕之后，就可以让这个图片呢不仅有品质，而且细节满满。如果呢你想要再增加什么样的栏位，你只要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慢慢一格一格把它区分出来。每一次呢在生成图片的时候，就一格一格把它写完。如果用不到的栏位，你就不要填写就好了。这样的生成图片方式会比起呢在那边思考半天找不出这个 prompt 应该怎么下，或者是呢常常下完之后又会缺东缺西，来得更好哦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教学的话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我是阿汤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